几百只丧尸整整齐齐地躺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的样子看起来正在悠闲地享受日光浴。几名路过的幸存者目睹了这诡异的一幕，但此刻的他们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里是他们前往安全区的必经之路。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时，老黑决定独自冒险过去探探路。没想到他刚走进狮群中，一只身穿防护服的丧尸就突然冒出，发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瞬间惊醒了所有丧尸。各位衣食父母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你们喜欢的丧尸片又来了。今天讲的这部丧尸片超级冷门，是我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从犄角旮旯翻出来的。来自塞尔维亚2009年上映的《活死人地带》，也叫《死亡地带》。相较于近几年上映的同类型影片，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至少特效化妆比较有诚意，丧尸演员的表演也很卖力。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剧情上有些不符合逻辑，当然这也是大部分丧尸电影的通病。好了，我这里就不啰嗦了，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1985年，在南斯拉夫首都的一处施工现场，工人意外挖出了一座300年前的古墓。奇怪的是，里面的几具尸体至今都尚未完全腐烂，并且他们的身体都被石灰所覆盖，很明显是死于一场瘟疫。其中一个工人只是不小心被骸骨割伤，还没等来救护车就离奇死亡了。警察掀开白布发现，刚死不久的工人居然已经出现了腐烂的迹象。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立刻叮嘱法医赶紧将所有尸体都密封起来，千万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没想到话音刚落，担架上的尸体竟然复活了，面目狰狞的样子显然已经变成了丧尸。画面一转，来到总统府内，一名军方高层找到总统，把工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得知死去的工人再次复活，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攻击行为，总统感到非常震惊。不过军方已经把现场控制了起来，并且将所有尸体都打包带走了。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种病毒竟然能够让死去的细胞再次复活，还能让感染者嗜血成性，极具攻击性。如果将它利用起来制造生化武器，那么威力不堪设想。随后总统就在高层的建议下签署了一份秘密研究协议。时间转眼来到20年后，在一处郊区的火车站，因为附近的军事基地准备进行联合演习，所以禁止除了军用列车以外的任何列车靠站，也屏蔽了附近区域的网络信号。戴眼镜的老头是名教授，不明情况的他被滞留在了车站。这时，3个从军事基地走出来的美国大兵闲逛着来到车站，准备趁演习开始之前找个地方开心一下。保安见状连忙上前劝解，告诉他们不要做穿越铁轨这种危险行为。可3人却不以为然，还询问保安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谈话间，一列列车突然驶入车站，车上下来一名身穿防护服的押送人员，看到是军方生化部门的车，为了安全考虑，保安便催促3名士兵赶紧离开此地。谁知他们不仅不听劝，反而不分场合的跟保安开起了玩笑，其中一人甚至掏走了保安身上的手枪。保安试图夺回手枪，结果混乱中不慎擦枪走火，意外射中了押送人员。第2发子弹更是不偏不倚地打中了生化列车，大量绿色气体顿时喷涌而出，一瞬间就吞噬了受伤的押送人员和站长。眼看毒气铺天盖地的袭来，顿感大事不妙的保安赶紧冲进室内，打开抽屉拿出里面的防毒面具，扔给旁边的教授，叫他赶紧戴上。可下一秒他自己就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接着趴在地上狂吐污血。教授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坏了，随即跑到外面呼喊救命，可毒气就像浓雾一样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会，毒气终于消散，回到室内的教授准备打电话求救，结果发现电话也无法接通，转身一看，又发现地上的保安不见了。他难以置信地顺着血迹上前查看，只见保安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他还以为保安没事了，殊不知他已经变成了丧尸，刚要接近对方就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吓得教授赶紧撒腿就跑。没想到外面更加危险，那些士兵也发生了变异，并且毒气还在向周围扩散，而距离车站不远的教堂也未能幸免。刚刑满释放的光头囚犯从这里路过，发现一名脸色惨白的修女走了过来，他告诉光头自己被人欺负了，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地咬了他一口。话音刚落，那个男人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不远处，很明显是一只丧尸。光头正要询问是不是这家伙，修女就突然发生变异，转身扑向了他。不得不说，光头也是个狠人，直接就扭断了修女的脖子。另一只扑过来的丧尸也被他顺手解决，完事后还不忘站在原地装逼。For the great day of their wrath is come, and who shall be able to stand? 就在光头装完逼正准备走时，教授慌慌张张地出现在身后，告诉他身后有疯子，赶紧跑。然而光头却不慌不忙地跟他讲起了大道理，见这人脑壳有问题，教授只好继续逃跑。而面对3只缓缓逼近的丧尸，光头则从容不迫地从包里拿出2把手枪，3下5除2就解决了麻烦。原来手握真理啊，怪不得这么淡定。与此同时，几名大学生行驶在公路上，可车子却突然抛锚了。眼尖的妹子突然发现前方有几个人影，走近一看，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这时教授跑了过来，趴在引擎盖上向几人求救，但此刻的他们也自身难保，车子无论如何都打不着。眼看附近的丧尸越来越多，他们只能选择弃车保命。而在公路的另一边，又有几个倒霉蛋驶入了这片危险的区域，是2名特工和几个警察，正奉命往监狱押送一名非常重要的囚犯。几人还在休闲地聊着天，并不知道危险就在前方。突然哐当一声巨响，车子撞到了什么东西。
特工老黑和警长连忙下车查看，发现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路上，两人以为闯大祸了，却不知道那是一只丧尸，正准备呼叫当地警察前来处理，又突然看见一个男孩尖叫着从一栋建筑里跑出来，好像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意识到不对劲，两人警惕地掏出武器走过去查看。当他们来到建筑内部，却发现这里一片混乱，地上到处都是血迹。突然，厕所里传来动静，两人立刻精神紧绷地盯着门口。下一秒，一只丧尸缓缓走出，破开的肚子上还挂着几根肥肠。紧随而来的特工米娜看到这恶心的一幕，当场就喷了一地。眼看侧面又冒出一只丧尸，三人头也不回的赶紧逃跑。可来到外面后才发现，押送囚犯的车子似乎出现了状况，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果然，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囚车，发现司机和一名警员都变成了丧尸。老黑和警长同时开枪射击，果断打死了变异的司机和警员。而囚犯卷毛因为关在安全的车厢内并没有事，他们打算将囚犯转移到另一辆车上马上离开，却惊恐地发现刚刚的枪声引来了大批丧尸。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警长见状赶紧命令警员准备开车，没想到警员刚要上车就迎面撞上一只丧尸，丧尸一口就咬了过来。警员反击时又意外打爆了汽车轮胎，这下完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没了，他们只能选择徒步前往镇上的警局寻求帮助。可途中一只丧尸突然冲出袭击了警长，米娜也不小心被一只女丧尸扑倒在地，手枪也掉在地上。越来越多的丧尸让老黑无暇顾及其他人，幸好囚犯及时出手，捡起掉落的手枪击毙丧尸救下了米娜。但警长就没那么幸运了，丧尸在咬伤他的手臂后，竟然一溜烟逃离了现场。而米娜在被卷毛救下后，不但没有选择道谢，反而第一时间就警告他交出手枪。毕竟在他看来，囚犯就是囚犯，是一个比丧尸还危险的存在。可卷毛只担心被咬的警长，因为他在车厢里亲眼目睹司机和警员就是被丧尸咬后发生的变异。然而眼下情况紧急，周围的丧尸更多了，老黑也顾不上那么多。在威胁卷毛乖乖交出武器后，一行人只能继续逃跑。大批丧尸在身后紧追不舍，所幸他们终于顺利抵达了镇上的警局，关上玻璃门将丧尸拦在了外面。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警局也早已沦陷，就连警察都发生了变异。更糟糕的是，在丧尸的疯狂袭击下，玻璃门没撑多久就碎了一地，尸群瞬间涌了进来，他们只能往里面的办公室跑去，利用一扇卷闸门再次拦住了丧尸大军，但也意味着他们被困在了这里。老黑想用电话向外界求助，发现根本就打不出去，而由于整个警局都没电，也无法用电脑发送求救信号。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机房看看是不是电路断路了。简单给警长处理了一下伤口后，老黑立刻带着他往机房赶去，只留下米娜看着囚犯。两人在赶去机房的途中，还发现了躲在牢房区的几个大学生和教授，于是他们只能先把几人带回办公室。可很快警长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他来到厕所解开纱布，惊讶地发现伤口处竟然长满了脓包。得知警长的情况后，老黑知道他即将变成怪物，只好将他留在办公室，无奈地打开囚犯的手铐，让他跟自己一起去机房。毕竟现在除了他以外，就只剩下几个老弱病残，老黑也别无选择。而米娜的任务则是看好警长，以确保他在彻底变异之前将其射杀。临走之时，老黑还强行叫上了胆小的男学生，可不料三人前脚刚走，警长就出现了变异的迹象。他强撑着最后一丝意识，叫米娜赶紧开枪结束自己。关键时刻米娜却犹豫了，迟迟不敢扣动扳机，直到等警长彻底变成丧尸，他这才狠下心来。此时另外三人已经来到机房门口，为了安全起见，男学生负责守在门口，老黑和囚犯进入机房。两人在黑暗的环境中不停摸索，总算找到了总闸，看样子是自动跳闸了。可当老黑将开关合上，却发现依然没有通电，关键时刻还得是囚犯简单粗暴的一脚就解决了问题。等整个机房被照亮，他们这才发现地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更要命的是，电动闸门竟然在通电的瞬间开始自动打开，外面全是饥肠辘辘的丧尸。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断手按在了升降按钮上，随着卷闸门越开越大，大量丧尸如洪水猛兽般蜂拥而来。两人立刻开枪射击，但奈何丧尸的数量太多，老黑率先被扑倒在地。本以为囚犯会趁机逃走，没想到他竟然开枪打死丧尸，救下了老黑。毕竟眼下这种情况，他一个人也无法活着离开。随后在男学生的接应下，两人关上机房的房门，成功从里面逃了出来，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与其他人会合。只是没想到在经过另一个办公室时，却惊恐地发现里面布满了丧尸。偏偏就在这时，一只丧尸还冲破了钢化玻璃，里面的丧尸全部冲了出来。好在安全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三人有惊无险地躲了进去，并用桌子死死堵住了房门。看到警长已经被击毙，老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此时米娜依然傻愣在原地，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关键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搞通的电，结果却发现电脑也根本无法使用。一行人彻底陷入绝境。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还有电视可以消遣。细心的米娜突然发现，这电视节目竟然还是现场直播。只见画面里有无数丧尸，一辆车子急速驶过，没想到还有幸存者，而他不是别人，正是勇猛无比的光头。人家在末世都是东躲西藏，这家伙倒好，竟然在一大群丧尸的追击下不慌不忙，轻轻松松击杀两只丧尸，只是衣角微脏。And hell and death were cast
into the pool of fire. 不过这哥们的台词实属有点抽象，给人一种故意装深沉的感觉。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电视台的演播室，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说起了大道理。正在看直播的老黑几人目睹了这一幕，教授都忍不住吐槽他是个疯子。我严重怀疑这货不是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的，而是从精神病院里偷偷溜出来的。说的话也是莫名其妙，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清醒。They shall desire to die, and death shall fly from them, that we have turned into our plaything.To pay for the filth and toxic stench with which we have filled our seas and oceans. 没想到这货的环保意识还挺强，而跟他一样有环保意识的还有屏幕前的女学生。或许是听了光头的话，他顿时觉得自己罪该万死，于是发了疯似的急着去送死。你说你想死也就算了，还把丧尸放进来害大家，其他人拦都拦不住。最后丧尸也是成全了他，可办公室已经不再安全，大家只能选择离开这里。米娜发现可以从窗户逃走，卷毛果断使用椅子开路，但没想到教授也选择留下。一把老骨头的他不想拖大家的后腿，眼看丧尸已经近在咫尺，老黑也只能尊重他的选择，并且给了他一个痛快的死法。随后一行5人通过窗户顺利来到外面。幸运的是，街道上并没有丧尸，可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他们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去码头乘船，前往河对岸的另一个城镇，或许那里没有沦陷。然而当他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却发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丧尸们竟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上，看起来像是在睡觉，又或者是在晒太阳。怪不得他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丧尸，原来都跑这里来了。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必须想办法穿过去，因为这里是通往码头唯一的路。老黑决定由自己冒险过去看看情况，如果丧尸依旧纹丝未动，那其他人就赶紧跟上，要是自己不慎被丧尸发现，就只能将计就计把丧尸引开，给大家争取机会逃走。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其他人只能同意。老黑谨慎地走进狮群中，一开始一切正常，可当他来到狮群最中间，一只身穿防护服的丧尸突然出现，对着狮群就是一顿嘶吼。霎时间所有丧尸全部苏醒，老黑眼看大事不妙，只能按照计划把狮群引开。另外几人见状赶紧往河边跑，可跑出去没几步，米娜就突然停下，他叫3人去码头寻找逃生的船只做好准备，打算独自去营救老黑。2个学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而卷毛却选择跟米娜一起行动。没想到这囚犯还挺讲义气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米娜改变了对卷毛的看法。此时老黑的处境非常危险，被大量丧尸逼到了一节车厢里，而另一边的2名学生终于成功在码头找到了一艘能用的船。男学生叫女学生去解开绳子，自己则先上船启动引擎。可没想到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其他人，甚至还抛下女学生，独自驾驶着游艇溜走了。更绝望的是，2只丧尸发现了他。危机之时，一辆汽车突然出现，是中二病患者光头哥赶了过来，他举起双枪，一瞬间就解决了2只丧尸。Smells like the end of days. 这货虽然依旧很中二，但关键时刻还挺靠谱。刚救下女学生，他又立马赶去帮助其他人。米娜2人刚好陷入危机，光头哥的到来犹如天神降临，这货的武器应有尽有。2人见状赶紧上前全副武装，开始与丧尸展开激烈的搏斗。有了强大的火力压制，丧尸们显然有点不够看了。果然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在他们的掩护下，老黑也趁机从车厢里成功脱身。可刚来到外面，一只丧尸就朝他扑来，关键时刻又是卷毛及时赶来，丢了一把手枪给他。接过手枪的老黑果断开枪击毙了丧尸。转眼之间，地上全是丧尸的尸体，只留下身穿防护服的丧尸王孤军奋战。卷毛主动站了出来，准备与丧尸王一决高下。本以为丧尸王有点东西，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卷毛直接斩于马下。随着丧尸王的倒下，危机终于解除。电影的最后，卷毛选择了离开。老黑和米娜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不止一次救过2人的命。至于 MVP 光头哥，则又站在原地说了一大堆奇怪的话。而自私的男学生最终反而没能逃走。谁能想到游艇里竟然藏着一只丧尸？影片的结尾给人的感觉很仓促，从病毒爆发开始，主角团一直都在躲避丧尸的追击，结果最后仅用几把武器就直接给速通了，那还躲个毛啊！当然，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堪比游戏 NPC 的光头哥，这个角色的存在感觉非常不合理，就好像是投资方老板的某个亲戚硬塞进去体验丧尸游戏的一个角色。开头没有任何铺垫，自言自语的台词更是让人很出戏。除此之外，电影中还增加了宗教、信仰、环保等元素，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唐突、很生硬，还有病毒泄露的情节也非常不合理。这么重要的运输场景，竟然能发生这种意外？导演把警察和士兵都拍成了傻子，2个囚犯反而一个比一个猛。除了以上问题，该片的其他地方都还勉强及格。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粉丝宝宝们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